喝一点就脸红红，不够满，想练酒量。的确，有些人能对酒精产生耐受性，如果他们练一练，就可以喝得更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尝试通过大量饮酒来增加酒量。饮酒过多会对你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甚至可能是致命的。另一方面，有的人只要喝了一杯就会醉，对这些人来说，酒精就是毒药。为什么我们喝了酒脸就会变红？当一个人喝酒时，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做醛的有毒副产品，由乙醇去青霉 alcohol dehydrogenases 简称的转化而成。它是一种酵素，也称酒精去青霉，因为乙醇就是俗称的酒精。这种醛由人体的酒精脱氢酶转化。乙醇通常被称为酒精，也被称为酒精脱氢酶。所幸身体里的乙醛去氢酶 aldehyde dehydrogenase 简称阿达，一种酵素，它可以代谢乙醛并将其转化为毒性较小的乙酸。喝酒时脸红的人缺乏乙醛脱氢酶，导致乙醛在体内积累，导致脸红、心率加快和恶心。除了脸红之外，颈部、肩部甚至整个身体都可能变红。其他症状可能包括身体上的红斑、恶心和呕吐、头痛、心跳加快。很多人喜欢喝酒，但你知道酒精对人体的危害很大，尤其是当你只喝了几杯，脸就超级红了。分析喝酒就是毒药这句话，医生发现有些人在喝了几杯后脸色变得特别红，甚至被称为亚洲式脸红，因为他们的身体缺乏阿达尔酶，无法快速代谢掉酒精中的乙醛。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每天喝一瓶啤酒是非常不可取的，饮酒对身体有许多负面影响，包括损害重要器官，如心脏、肝脏和大脑。每天喝一瓶啤酒对你的健康非常不利，因为它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长期损害。因此，我们强烈建议你不要每天饮酒或吸烟。为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应该注重均衡的营养、适度的运动以及充分的休息。如果你有任何饮酒或吸烟的问题，一定要咨询医生的意见。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和教授安德鲁修伯曼 Andrew Huberman 在他的播客中指出，饮酒是毒药。他说，每天喝10毫升的酒会使你患乳腺癌的几率增加4%到13%。每天喝一瓶酒和抽10支烟一样致命。然而，我认为将每天喝一瓶啤酒与抽10支烟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。喝酒和吸烟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但它们的危害程度并不相同。每天喝一瓶啤酒和每天抽10支烟都是非常不健康的行为，但两者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。此外，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专家都给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每天饮酒的准则是0，睡前一杯红酒对健康有益的说法应该停止。喝酒容易出现脸部潮红或红斑的酒精不耐症是属于华人、日本人与韩国人等东亚人所特有的体质，是由体内代谢酒精的基因缺陷引起的，因此会出现脸红、心跳加快、心悸、恶心和反胃、恶心和呕吐等症状。说白了，那些喝了几杯就脸色发红的人，就是没有二酶的人，不能快速代谢酒精中的乙醛。对于有这种酶异常的人来说，喝酒绝对是一种毒药。然而，如果继续保持喝酒的习惯，不仅积累在体内的酒精长期得不到代谢，导致脂肪堆积，形成脂肪肝，而且被列为第1类致癌物的乙醛又名酒精也会积累起来。当与其他蛋白质结合，与 DNA 结合时，很可能诱发异常的免疫反应，增加癌症风险。特别是大量饮酒者患食道癌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50倍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指出，没有所谓的安全酒精量，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是致癌的，这可以减少致癌的风险。有些社交场合，饮酒是不可避免的。改善亚洲人红脸蛋的3种方法。据高级研究人员称，大约36%的东亚人，包括中国人、日本人和韩国人，在饮酒时都会出现红脸。大约一半的台湾人在饮酒时都会出现红脸。事实上，喝酒会脸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警，因为脸红警告他们不要喝酒。当然，有些时候喝酒是不可避免的，比如在社交场合。所以这里有3个方法可以防止或减少脸红。
一、喝酒前吃点东西，以减慢酒精的代谢，防止乙醛的积累，乙醛会导致脸红。二、慢慢喝水，加快乙醛从体内排出，最好每小时不超过1个单位杯或罐的酒精饮料。三、选择酒精含量低的酒精饮料，减少乙醇的摄入。以上方法只是为了缓解红脸的症状，并不能弥补乙醛脱氢酶的不足。最后，有些疾病在饮酒和红脸时的风险会增加。高血压，研究表明，喝酒后容易脸红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患高血压，而且患心血管相关疾病和中风 stroke 风险也增加。癌症 cancer， 据说饮酒后脸红的人患癌症的风险更高，特别是食道。酒精引起的脸红与女性癌症之间的直接联系尚未得到证实。过度饮酒对肝脏有害，害怕发生肝硬化和肝癌。在特殊场合饮酒是许多人长期以来的习惯。令人担忧的是长期饮酒引起的问题。如果饮酒过多，不仅会导致社会问题，而且还会损害人的健康，特别是肝脏。肝脏每小时只能处理有限数量的酒精，当酒精被摄入时，它通过胃和肠的黏膜迅速被吸收到血液中，而肝脏是酒精浓度最高的地方，因为消化道的所有血液必须经过肝脏才能回到心脏。肝脏细胞含有一个酶系统，反复进行化学反应，转换和转化酒精，最终产生二氧化碳和水，释放到尿液和肺里。然而，肝脏每小时只能处理一定量的酒精。研究表明，科学家建议每天将酒精限制在1至2个国际单位，1个单位等于25毫升40度的酒精饮料或50毫升20度的酒精饮料。大量饮酒者和过量饮酒者会出现脂肪肝、肝炎 hepatitis 和肝硬化 cirrhosis 有害症状。这3种酒精疾病可以同时发生，也可以随时间逐渐发展。预防应戒酒或将酒量控制在建议的限度内。男性每天不超过4个单位，每周不超过21个单位。孕妇千万不要喝酒，如果一定要喝，每周应不超过1或2个单位，以避免醉酒。并非所有的酒精都是无用的，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适度的原则。适度饮酒有一定的好处，如放松、缓解紧张、提高社交能力。研究还表明，适度饮酒可以帮助预防某些疾病，如心脏病、中风和糖尿病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饮酒过多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。过度饮酒会导致大脑损伤、肝脏损伤、心脏病、高血压和癌症。饮酒驾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，不仅危及你的生命，也危及他人的生命。因此，必须明确适度饮酒的原则，以及避免过度饮酒的必要性。如果你在饮酒方面有任何问题，记得要寻求医生的建议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可以一起珍惜我们的生命，远离过度饮酒的危险。